我们都知道光跟暗的循环嘛，这个东西就是说会设定我们的生理时钟，然后植物也要靠它行光合作用。但你有没有想过，那些不会行光合作用的细菌，它们也能看见光吗？如果可以，那光对它们来说到底有什么意义？今天我们要来深入聊的就是你带来的这2份资料。结果他们揭开了一种超级细菌，叫绿脓杆菌，一个超惊人的秘密。原来这种细菌不只会感知光线，而且这个能力还直接跟它的危险程度有关。我们手边一份是自然通讯的专业论文，然后另一份是芝加哥大学发的科普文章，比较好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帮你把它拆开来看，看这个发现到底厉害在哪。这次的目标很清楚，我们要一起来看看这种细菌是怎么感觉到光的，然后光一来，它身体里面的一整串超级精密的分子反应是怎么跑的。最后就是要分析为什么这个看起来好像很小的发现，可能会为我们对抗超级细菌的这场硬仗带来全新的希望。好，那我们就从头开始。首先，绿脓杆菌，这东西到底是啥？为什么它这么难搞？我看资料说，它其实在土壤啊、水里很常见，可是在医院里就是个大麻烦。对，没错，它是一种有多重抗药性的病原体，特别是那种免疫力比较差的、烧烫伤了或是有肺部疾病的患者，就很容易被它感染。这边就要谈到一个很关键的概念，叫做生物膜。生物膜？对，你要想象这些细菌不是一颗一颗自己在那边飘，它们很聪明，会聚在一起，形成一个社群，然后粘在东西的表面上，比方说医疗导管，甚至是你的肺部组织。所以这个生物膜就像是细菌自己盖的一个堡垒，用来防御。这个比喻超贴切，它就是细菌的堡垒，可以保护它们，让抗生素啊，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啊，都打不进去。这也就是绿脓杆菌的致病性为什么这么强，这么难治疗的主要原因。哇，所以这个生物膜就是他们的超级盔甲。但有趣的是，科普文章提到说，科学家好像找到了一个，用光来破解这个盔甲的方法。这怎么开始的？这故事的起点是研究团队在2019年的一个发现，其实有点意外。他们注意到，当他们用一种叫做远红光，就是一种很接近红外线的光，去照那个绿脓杆菌的时候，竟然可以阻止他们去盖那个很坚固的生物膜堡垒。哇，这就奇怪了。光不就是个环境信号吗？怎么可能解除一种超级细菌的武装？细菌又没有眼睛，他们是怎么看到光的？这听起来有点太不可思议了。那科学家怎么往下查的？这就是整个研究最精彩的地方。为了要解开这个谜，他们设计了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实验。他们用基因工程把一个会发光的荧光树莓基因跟细菌那些就是说负责制造毒素、发动攻击的致病基因，把它们绑在一起。我懂了，这等于是给细菌的攻击模式装了一个指示灯，只要他们想做坏事，自己就会发光，然后跟研究人员说：“我要开始攻击咯，是这样吗？”完全正确。这个设计让实验结果变得很直观，在很暗的环境里，细菌就发出很亮的光，这就表示它们的致病模式是开启的。但是当研究人员用远红光去照它们的时候，光就灭了。就这样，光一照，灯就关了。这等于是亲眼看到光线把细菌那个攻击开关直接给关掉了。哇，这画面感也太强了。对，这就证明了光真的可以关掉那些致病基因。那下一个挑战当然就是要找出那个负责关掉的开关本体到底是什么。他们用了一种技术叫做转作子突变。这听起来好专业。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在细菌的基因组里面随机的去破坏它的基因，一次只破坏一个，然后他们就去看破坏了哪个基因之后，就算用光去照，细菌的光还是亮的，那个被破坏掉的基因就一定是那个开关的关键零件。用这种随机破坏的方式，细菌基因这么多，这真的找得到吗？感觉根本是大海捞针啊。的确是大海捞针，但很多科学研究就是这样。而且他们还真的捞到了。最后他们找到一个以前从来没人见过的基因，这个基因会制造一个非常非常小的蛋白质，小到只有92个氨基酸，他们把它命名叫 DIMA。
论文里特别强调这个 DIMA 很重要，叫它微蛋白，而且是整个光感应反应的主要活化剂。这个发现有多关键？关键到什么程度哦？一旦他们把这个 DIMA 基因从细菌身体里拿掉，细菌就好像瞬间瞎了，再也没办法对光有任何反应。不管有没有光，它们都会一直去形成生物膜，制造毒素，变回那个超顽固又危险的样子。所以，这个小小的 DIMA 蛋白就是整个谜团的核心。了解。所以，这个小小的 DIMA 蛋白就是那个关键开关。但我就好奇了，一个在细胞膜中间的小小蛋白质，是怎么控制像生物膜这么大、这么复杂的功能？这背后的机制，想必就是《自然通讯》那篇论文最硬核的部分了。没错，整个过程就像一个在细胞里面运作的复杂机器，一环扣一环。我们来把这个被称为膜内蛋白水解调控的连锁反应，把它想象成一个工厂的生产线，一步一步拆解它。好，工厂生产线，这个比喻我喜欢。好，第一步，光就是开工的信号。远红光打在一个叫做 BHP 的光感应器上，就像工厂的总电源被打开了。OK， 总电源打开了，然后呢？这个总电源会去启动第一个主管，叫做 LGB。但是这个时候被启动的 LGB 数量还很少，信号还很弱，所以还不能直接叫这个工厂停工，还要做点别的。对，所以接下来就是最巧妙的一步。这个被启动的主管 LGB， 它的第一个任务不是去指挥别人，而是去启动生产我们今天的主角 DIMA 的机器。啊哈，所以光信号一开始的任务是为了制造出 DIMA 这个关键角色。正是，然后新制造出来的 DIMA， 它的工作是去活化一把叫做 LW 的分子剪刀，也就是一种蛋白酶。这把剪刀被活化以后，会去剪断一个叫做 MILK-A 的蛋白质。这个 MILK-A 平时的功能就像一个守卫，负责看管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分子。所以剪断 MILK-A 就等于是把那个守卫干掉了。那被看管的那个重要信号分子会怎么样？它就被放出来了。这个信号分子叫做 LGU， 你可以把 LGU 想象成是细菌体内的一个工头。它一被释放，就能带着工人，也就是 RNA 聚合酶，去启动一大堆相关的基因。所以 LGU 被放出来，就等于是下达了一个很重大的命令。那这个命令是什么？这就是整个回路的终点，但同时也是起点。LGU 这个工头下达了命令，就是去启动制造更多 LGB 的生产线。等等，我好像有点绕晕了。光去启动 ALK-B， 然后绕了一大圈，从 DIMA 到 ALK-W 再到 ALK-U， 最后的结果竟然是回过头来制造出更多的 ALK-B。这听起来有点，脱裤子放屁。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让光信号直接大量制造 ALK-B 就好了？这就是它设计最聪明的地方。你想想哦，细菌在环境里收到的信号可能很微弱、很不稳定，可能只是一闪而过的光。如果它对每个微弱的信号都反应过度，就会浪费超多能量。这个回路就像一个确认机制，只有当光信号持续存在，足以推动整个骨牌效应走完一轮，它才会开始放大信号，告诉整个群军警报确定解除，可以放松了。啊，原来如此，这不是绕远路，这是一个自我放大，然后确保指令正确的正回馈回路，用一个小小的信号去触发一个会自己滚雪球的循环，确保最后的命令是响亮又明确的。你总结得太好了，而且研究还精确到找出 DIMA 的作用点，在它短短的蛋白质尾巴有一个被称为 WTF 序列的特殊结构。等一下 ，WTF， 这是科学家在开玩笑吗？还是它真的有什么特别的缩写？哈哈，其实是色氨酸、苏氨酸、苯丙氨酸这3个氨基酸的缩写啦。但你完全可以想象，科学家们发现这个关键序列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然后这个序列里的色氨酸，也就是 W， 跟苯丙氨酸 F， 就是那把钥匙最关键的2个齿。一旦改变它们 ，DIMA 就完全失效了，再也打不开 ALK-W 那把锁。哇，太有趣了！那么了解了这么多精密的细节，
这一切对我们，特别是医学领域，到底意味着什么？科普文章就很清楚地点出了它的临床潜力。你看，我们现在对抗抗药性细菌，非常需要抗生素以外的新方法。这项发现就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抗致病性策略。注意哦，我们不是要直接杀死细菌，而是要解除它们的武装，让他们从超级士兵变回普通平民，变得不那么危险，没办法形成那种很顽固的生物膜。完全正确。这就带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能不能发展成一种新的疗法？研究人员就有提到，或许未来可以用人工的方式，让细菌自己大量表现 DMA 这个小蛋白，来主动抑制生物膜的形成。这也让我们去想，有没有可能开发一种药，可以模拟光的效果，或是直接去活化 DMA 这个开关。这也回答了我们一开始的问题：细菌为什么要看见光？它们可能是用光来判断自己在哪里。比方说，在人体肺部这种又黑又暗的环境，致病模式就是预设开启的，因为这很可能是一个适合感染的宿主体内。是的，但如果细菌是在土壤表层，有太阳光照，光线可能就在告诉它，这里环境不错，能量很够，不用那么有攻击性，好好待着就好。这是一种非常聪明的环境适应策略。所以光对细菌来说，就像是一种天然的安全信号。可以这么说，而且论文的分析还显示 DMA 这个基因在其他种类的假单胞菌里面也存在，这就代表它可能是一个在细菌世界里相当普遍而且很重要的机制。从更大的角度来看，我们其实正在揭开细菌蛋白质组的暗物质。暗物质是指那些我们还不了解的蛋白质吗？正是指那些过去因为太小而被科学家忽略的微蛋白。这些小东西过去可能被当成是基因组里的杂讯，但现在我们发现，它们其实可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DMA 就是一个最完美的例子，它像一个超精密的分子开关，把一个外在的环境信号跟细菌的集体行为和致病能力直接连在一起了。好，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帮你剖析的内容。一个新发现的叫做 DMA 的微小蛋白，在绿脓杆菌这种危险的超级细菌体内扮演了总开关的角色。当它接收到来自远红光的光信号时，就会启动一场非常惊人的分子连锁反应。而这个连锁反应的核心是一个很聪明的正回馈回路，它能够确认然后放大那个光的信号，最后告诉细菌解除警戒，停止形成保护性的生物膜，并且降低它的致病性。这个发现不只解释了细菌是怎么有效率的去应对环境变化，更重要的是，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潜在的治疗靶点。没错，这也完美地展示了基础科学研究的价值。一个看起来好像很单纯的问题，细菌是怎么看见光的？在科学家一直追问下去之后，最终可能带我们找到对抗抗生素抗性的新武器。最后留一个想法给你思考，在科普文章的结尾，研究人员把这个机制比喻成一个沙漏模型。他们觉得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开跟关，对，它更像一个计时器，持续的光照就像不断有沙子倒进沙漏，把它填满，启动整个反应。而当光线消失，就像沙漏倒过来，沙子会慢慢流光，反应也跟着减弱关闭。这就不禁让我们去想，在微生物的微观世界里，还藏着多少像这样由温度、湿度、化学物质这些我们忽略的环境信号所触发的精巧的计时器，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悄悄地调控着它们的生存、合作与斗争。